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，明天要去接受约谈，要谈洞庭的黑社会到底是谁，保护伞又是谁？你媳妇儿帮人抢了矿，那案子是你办的，你跟你媳妇就是工具人，你俩加一起还人家保护伞呢。 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，但是我请你，我拜托你小心求证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证据那天，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！你隐瞒什么呢？你估计什么呢？ 好久不见。李姐您好，我们是519专案组，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。此次谈话严格保密，请您配合。李姐，你怎么看待万海案？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？我觉得没问题，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。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，曾经2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你接手办理，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积极核实吗？在他办案期间，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。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，所以你撤换了他。万海案也有2年了哈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为什么把我撤了？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？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。党组会是谁主持的？当时是我代理主持。你主持院党组会，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。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，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？院党组是一级组织，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。好，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，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？
张文京案有问题，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。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，那他办的万海案，难道就没有问题吗？那一个苹果坏了，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？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吗？这是你的想法，我不这么想。像你刚才说的，思路问题。在邵小燕推翻证词、张文京案撤诉之后，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。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，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，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？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，证据链完整，我相信他们的意见。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。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？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。对，吴小天确实翻供。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？确实，我承认，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。就像我说的，时间紧迫，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。只是这些吗？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，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一些问题。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？郑主任，我不太明白你说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？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郑主任，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，有职务犯罪，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，是说？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？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干脆一点吧。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。洪亮，来吧，该你了。我能喝口水吗？有劳了。我们之前，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，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，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万海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，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。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，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，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？栾书记提的，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。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，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，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，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？啊，检察机关。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？老谢，老检查了，业务也过硬，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。哎，说你个人啊，最近是跟柳叶买房子了？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。也不行，这不还得问你吗？具体情况。楼盘叫什么名？大都西山。哪天买的？就是4月中旬吧，中是15号前后吧。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。2号，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呀？天龙集团。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？啊不，那是个样板间，
多少有些损耗，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，低了142万。哎，那就这么低了？没有，已经让柳运去把这个差价补上。什么时候让补的5月底。底是26、7号吧。 5月26、7号。开发商是天龙集团，这个老板叫陈胜龙。对，我知道。我认识吗？见过2次。哪2次？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。哎，那天我也在，我咋没看着呢？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？他后来来的。他来干啥？送红包。多少钱？没数，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。你第2次见陈胜龙是什么时候啊？第2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，正好赶上我过生日，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，然后就让柳运约了个餐厅。那天正好陈胜龙也在，就过来敬了杯酒。什么叫正好陈胜龙也在呢？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。你刚才说谁订的？柳运订的，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，要小范围的，但他不知道去哪儿，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。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，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。程子健去了吗？没去。那都是谁？蓝书记、文琴、孙飞、许彦武、谢鸿飞、刘运和我。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。你妻子柳运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，俩人是啥关系啊？你可千万不能说呀！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。这个家怎么办啊？孩子怎么办呀？琪琪还小，这个家不能散呀。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。他俩工作有交集。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运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哪部分业务？是房地产开发啊？不，万川矿业。是万海的万川矿业。是的。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听说了。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，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西山的差价？不，洪亮啊，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，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。在主观上，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，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。这根本是2回事，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。我说明白了吗？我就说清楚了。那这个房子的问题，你认为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，还是就是差价的问题？差价的问题。是的。行，你说主观，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事实1，你妻子柳运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，部分业务有往来。以你妻子柳运为主导，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，叫做大都西山。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，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。客观事实2，万海案宣判之后，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，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运，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，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。事实3，万海案宣判没多久，你又见了一次万海。你要找他干啥？咱再说回来，谢鸿飞检察官，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，跟我讲法律、讲公平、讲正义。我想讲的是啥呀？后来搞明白了，交换吗？
只要我认罪伏法，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，互惠互利呀。回法？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？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，系统里有人帮你，中间有人牵线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你要等我们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。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，没准我走了啊。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？哎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说，万案宣判之后，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，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，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，重新复盘一下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？还是没结果呢？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？越是到这个时候，你可越要想清楚。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，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？但我这次觉得，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，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。洪亮，你是说这么一大圈，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，但是我请你，我拜托你小心求证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。李仁俊，你不老实啊！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，你能够坦诚，你能够知无不言。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，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证据那天，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！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？你隐瞒什么呢？你估计什么呢？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？哥，你回来就慌慌张张的，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？跑，赶紧跑！我知道太多了。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，哥？算是看明白了，陈胜荣的死拿我当炮灰呢。行了，不拿。行，拿着。这点拿着自己花去。不，哥，你拿着。哎，不要，听我的，你也找个地方多2天去，安顿好了，到时候联系你啊。来不及了，不是，先走了。哥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有没有可能你把你？嘿呦，王总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，这。哼，陈总叫你过去。下来吧。别干嘛！别让我说，下来！
没必要上来是吧？王月。 报告。进来。许局你好，我们是519专案组，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。好的。许局，前段时间呢，我们专案组啊，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2个干警带走了，啊，立案调查。咱先说说江红军哈，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，包括你个人，怎么看待这个干部？ 触目惊心。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，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。许局，不好意思了，段一强啊，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，甚至说300多万，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？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，就是第2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。在出事之前呢，他来过我办公室，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，然后帮帮他。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：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，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，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。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，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。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，配合调查组。 接受现实，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，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，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？这么说吧，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，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，牵一发而动全局。私下里做一些调查。 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。那么，在您的治下，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，直接受贿，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。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，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？洪亮，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。 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，什么最重要，那就是业务，也就是破案能力、破案率。上级领导的压力，追着破案，底下又有家属在闹，我不能够面面俱到，我得抓大放小。你应该理解，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，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，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。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，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，是小概率事件，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。 你要是说我有责任，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。好的，我了解。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许局，说，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，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，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？你先坐会儿啊，我去个厕所啊。 那你看看这份文件。有这个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想想啊，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。 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，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，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？对不起，许局，我打断一下，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，我疑问的点在于说，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，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，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
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。那么说，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，有了结论，尘埃落定了，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，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？是这样，洪亮。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，但是案子已经结了。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，所以我就安排秦风，让他私下去调查。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，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，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。洪亮，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。东平啊，是个小城市，人际关系复杂，盘根错节的。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，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。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你就说这孙飞吧，他怎么上来的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，工作10年，有的工作20年，还有的像我一样。工作了30年，都快退休了。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，不可能。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，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，恐怕也不可能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，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。这一点，我用人格保证。郑主任，郑主任，又熬夜了。那个外头有人找您。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，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，请你继续相信司法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、陈有才、钱波、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。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、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，暴力威胁、贿买他人作伪证，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。同志们，立刻行动！是。正下工作。程子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东平的事儿，
现在查到这个地步，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，按照现在这个趋势，下一个该是谁？心里都应该有数。小龙啊，要不你出去躲躲，这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不能走，你不走，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？新疆的，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我要有事儿，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？杜迪，你就是颗老鼠屎。跟谁说话呢？你要没个当官的爹，你是个屁呀！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？我分分钟弄死你！对呀！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，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，你当我真不知道啊？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，我才认识你们呢。拿这点钱花花。你真没钱？手机呢？我真没带。给我翻翻。我真没带。大哥，滚开！这啥？我说你小子不老实，给他长长记性。哎！干啥呢？我欺负人呢？跟你没关系啊！赶紧的滚啊！这谁滚的啊？那谁滚的？我就赶紧滚！你给我赶紧走！看啥看？走！赶紧回家！谢谢哥。哎呀，你叫啥呀？江南。请我们吃饭呗。行啊。我跟你说，以后有事儿找龙哥。谢谢。张然，18岁了，可以不停喝酒了。今晚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给我的，你看那还能送谁呢？一点小意思。你是我亲叔。哎呀，来，请上车。祝小远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？哎，我就想问问他，没有我，没有我爹。能有你们今天？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？够了！还嫌事情不够乱吗？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，不清楚吗？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！萌芽，藏进土壤，阴暗着窗，窥不见光。何时探出希望？迷雾不再隐藏，时刻寻觅生长，直到无从遮挡。做一朵野火里烧不尽，春风来吹，又生冷冻里盛开的花，灰烬里挣脱，要真相不在沉默中掉落。做一朵狂风
冷冻里盛开的花，会经历挣脱，要真相不再沉默。